嗨，大家好！最近美国卫星意外曝光了一个以前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海军秘密项目，那就是位于海南三亚海军基地的某个角落。美国卫星公司 Maxar 于今年7月31日拍到的这2艘无人潜艇，并将其称为 XLUUV（Extra Large Unmanned Undersea Vehicle） 超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图图 A 和 C 的部分就是这2艘潜艇，而 B 的位置则是一台超大型起重机，用于将潜艇从海里调入或调出。D 和 E 则是2种不同样式的遮盖棚。之所以把图片这2艘无人潜艇称为超大型，是因为它是相对于此前的 LDUUV 大排水量无人水下潜航器来说的。中国在之前国庆大阅兵的时候第一次展示出的 HSU-001 潜航器，长5米，直径1米，重量达到3吨，它就属于 LDUUV 大排水量无人水下潜航器的范畴。而此次曝光的超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尽管从尺寸上无法代替现役的有人常规潜艇，但相对于 HSU-001 来说，可以用巨艇来形容。从卫星拍到的图像可以轻易算出，左边 A 位置的无人潜艇长度16米，直径2米，足足是 HSU-001 的3倍大。而其尾部似乎有2个并排的螺旋桨，此前公开展示的 HS-001 也同样采用了这样的设计，所以左边这一艘也有可能是 HS-001 的放大版。右边C 位置的这艘无人潜艇看起来直径要略细一些，尽管头部和尾部均被遮挡，但我还是从此前的谷歌地图中找到了它的痕迹。谷歌地图在相同的位置的高清图只更新到了2021年，不过那时右边这艘潜艇已经在了。经过测量，它的长度在18米左右，比左边的略长。如此看来，中国似乎正在研制型号91的2种超大型无人潜艇，或许也有可能像美军一样搞来2家进行竞标，最终再由军方挑选。尽管具体细节还不清楚，不过从这次曝光的最新卫星图可见，这2种型号的潜艇很可能已经开始了验收测试，或已开始执行任务了。那么中国既然已经服役了 HSU-001 大型排水量水下无人潜艇，那么为什么还要再研制更大的超大型无人潜艇呢？这里有2个原因，一个是直接原因，另一个则是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就是 HSU-001 的尺寸有点太小了，由此可见，一辆单侧3轮的军用卡车就装下了，5米的长度与一辆普通轿车的长度大致相当，大家可以想象它的大小。这种尺寸的体积也只能执行一些侦察、情报收集和监视任务，如果要赋予其更多的比如攻击型任务，那可就很难兼顾了，所以才有了现在长度超过 HSU-001 3倍的超大型无人潜艇。这样的尺寸意味着它的航程要远多，载重量更大，可以搭载各种复杂的水下传感器和鱼雷导弹等武器，能同时实行运输、布雷和反潜等多项任务。另外，不同于 HSU-001 还需要其他舰艇搭载的出勤方式，超大型无人潜艇可以独立执行任务，并可在一般军港直接停泊，直接使用类似有人潜艇的柴电动力甚至 AIP 系统，可以在大洋中不间断地执行几个月的任务。而且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新式无人潜艇还能迅速适应水下复杂的环境，能够自主决策，改变深度和航线来避免被发现，能够区分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能够根据目标地域选择最佳航线。有了人工智能，还能自动进行水下情报收集，根据敌方行动轨迹，在预设地点进行布雷或埋伏，完成对敌方舰艇的偷袭。除此之外，在大规模海战时，还能与有人舰艇相互配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饱和攻击，还能为有人舰艇吸引火力，而其造价只有有人舰艇的 0.4% 至 2%。 美军最便宜的核潜艇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造价也要15亿美元，最新也最贵的当属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造价竟然高达130亿美元。因此，以价格低廉的无人潜艇群去攻击敌方高价值的有人潜艇或水面舰艇，无疑是非常划算的选择。如此看来，一旦这种超大型无人水下潜艇能够服役，将会改变未来海上战场的游戏规则。中国这2款新型无人潜艇被美国卫星首次曝光出来，看似是在一直秘密进行。不过经过我的查询，早在4年之前的2018年，南华早报就报道了我国的一个912工程。当时南华早报采访了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博士生导师林阳，林阳在采访时就透露，我国正在研制一款 XLUUV 超大型无人水下潜艇，前身将超过6000米。92工程是中国一个机密项目，目的是要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前开发出新一代军用水下机器人，而中科院沈阳所的林阳刚好就是912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如此看来，中国的某型超大型无人潜艇很可能早在去年就已经下水秘密进行测试了，直到今年才被美国卫星拍到露出真容。以上说的都是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也很明显。中国这两款无人潜艇的尺寸酷似美国在2017年开始进行招标的奥卡无人潜艇项目。用林洋教授自己的话说，我们的超大无人潜艇正是对美国欧卡项目的一次反制。以前常说美国人负责幻想，中国人负责实现。中国的无人潜艇既然被拍到了，那么美国的奥卡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奥卡的中文翻译为虎鲸、逆戟鲸或者杀人鲸，所以这一项目也被称为杀人鲸项目。2017年时，有多达9种设计方案进行竞标，最终由波音和洛马的设计进入到下一轮原型生产阶段。波音和洛马这对冤家的竞争也从天上来到了海里。这是波音公司设计，注意尾部采用的是单螺旋桨，这与中国的双螺旋桨设计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而且它还将携带一个大型有效载荷模块，长度约为10米，重量为8吨，用于秘密部署水雷。而这个是洛马公司的设计，看起来更加修长和圆润。而这一款刚好与卫星图中处于 C 位置的第二艘潜艇也颇为相似。看起来中国秘密研制的这两款超大型无人潜艇正是对标波音和洛马两家公司的设计而来的。最终波音在与洛马的竞争中最后胜出，赢得了总价值达 2.7 亿美元的订单，共建造5艘。这是今年2022年4月28日在加州亨廷顿海滩，波音的第一艘无人潜艇开始下水进行测试。美国海军也正式将奥卡这个称号命名给了波音的这艘潜艇。这艘奥卡杀人鲸被设计为80吨，由于太大无法由潜艇携带，需要在码头进行释放，这与卫星拍到的在中国海军码头的释放方式会有些类似。除此之外，奥卡将采用柴油和锂电池混合动力模式，当潜艇在水下时将由锂电池单独供电，而潜艇浮出水面时柴油发电机再启动为电池充电。这样的动力方式需要潜艇定期浮上水面，增加了被捕获的风险，同时也限制了其航行速度。奥卡的水下最大航行速度为8节，也就是15公里每小时，而巡航速度仅为3节，也就是 5.6 公里每小时，这与人行走的速度基本一致。当时美媒的报道称，尽管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在从事 XLUUV 项目，但奥卡的下水将使美国保持绝对领先。不过没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美国的卫星就拍到了中国的超大无人水下潜艇已经在码头进行测试或执行任务了，而且一次还是2艘。除了中美之外，俄罗斯也有一个叫做 SpaceX 的无人潜艇计划。这一计划的曝光会有些意外，最初是在2015年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视频短片中，意外泄露了一张国防机密文件，上面清晰显示了 SpaceX 的名字、草图和数据。尽管俄罗斯随后迅速将视频删除，但该截图已被各大网站竞相转载。俄罗斯的武器通常都简单粗暴，绝不含糊，这次的潜艇也不例外，一上来就直接上核武器。SpaceX 是专门针对敌方的海军基地和港口城市而设计的，通过发射核鱼雷或者核水雷，将目标海域全面污染，瘫痪对方的军事和经济活动。美国中情局将其命名为 Canyon， 简单来说就是 Canyon 出征，寸草不生。不过除了那次意外曝光之外，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 SpaceX 的无人潜艇还没有露面过。综上所说，尽管中国在常规潜艇或核潜艇上暂时落后于美俄，但在无人潜艇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这些无人潜艇群在未来将被大量部署在南海和西太平洋等关键战略水域，和陆基、海基、空基等无人作战平台相互配合，足以对世界海上力量的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未来可期，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